拜登下令90天给出新冠溯源分析，又想黑中国，为何福奇现在也改口了？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美国总统拜登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经命令美国情报机构就新冠病毒的溯源问题提供最新的分析，收集和分析能使美国更接近最可靠结论的信息，并在90天内向其报告。同时，他还特别提到，中国必须参加一个全面、透明和基于证据的国际调查，并提供所需的有关数据和证据分析。从拜登下令90天给出新冠溯源分析这一行为中可以看出，有些美国人口上说的找出真相，心里面却全是政治把戏，对中国的抹黑只有一句空话，全然不顾其疫情来源的许多疑点和抗疫失败的惨痛事实。毫无疑问，拜登的潜台词就是建议中国在这90天里承认病毒制造，不然的话就不客气了。而且，作为美国防疫的头面人物，福奇也改口了。他表示，他不确定病原体到底是不是来自自然界，但建议继续调查中国。在2名重量级人物发表看法后，美国媒体也是借机到处散播阴谋论和虚假信息，如实验室泄露这种严重违背了世卫组织专家组成员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成果的假消息。这种虚假的言论无疑不是在亵渎和破坏了全球团结抗击传染病的努力。美媒不停发表阴谋论，这不奇怪。可令人好奇的是，之前还站在中国这边的福奇，为何现在会改口呢？实际上，福奇的改变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看到了新一轮美国谣言中关于疫情起源的阴谋论的实质。美国两派的媒体都同意只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两党都不同意对疫情爆发负责，并且一定要把疫情的黑锅甩给中国。福奇态度的转变，也是因为对付中国是美国目前绝对正确的政策。这并不会因为福奇是不是学者而改变，这是美国社会普遍的一种政治正确，那就是对付中国。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追根溯源是科学问题，目的是提高人们对病毒的认识，更好地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传染病。如果美方真的希望实现完全透明的调查，就应该像中国一样，邀请世界卫生专家到美进行调查，并且尽早开放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和遍布全球的美国生物实验室供世卫组织调查。有的教训。美军在亚太部署近1半驻外兵力，还在日本新建导弹库，解放军高度关注，时刻准备战斗。最近，日本公布了一组很有趣的数据，那就是美军在近20年内驻外兵力部署在亚太的比例。按照日本统计的数据所说，从2000年，美军在亚太驻军的人数占据美军总驻外人数的 39.7%， 而到了2010年，美军在亚太的兵力一度下降至 23.8%， 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美军在亚太部署的兵力就达到了48.9%，而美军5月初就开始从阿富汗撤军，而撤出来的这些兵力也基本都被美军部署到了亚太。就这2天，美媒还曝光美军长期驻扎在亚太的航母里根号从日本出发去了阿富汗，目的就是帮助美军撤离阿富汗的士兵。也就是说，美军部署在亚太的兵力到最后很可能已经过了美军驻外兵力的1半以上。众所周知，美军向来自诩是全球警察，所以美军在全球大多数地方都有各种类型、大小等不同的军事基地。据中国新闻网援引的外媒报道，美军在70多个国家中至少有800多个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中至少有15到20万名士兵。如果算上美军这2年不断向亚太地区进行部署的兵力，美军能够在亚太拥有至少10到15万人是很有可能的。美军除了在亚太部署兵力之外，武器更是没少准备。早前就有消息称，美军驻外武器的60%都在亚太，可以说是十分恐怖了。而最近有媒体消息称，美国陆军最近在日本开设了一座新的爱国者导弹库，并且这个导弹库还在5月19号的时候就正式启用了。虽然整个导弹库占地只有大约157平方米，但是这个意义可不一样。此前有专家说过，日本冲绳很可能成为美军重要装备的储存基地，如今看来是要应验了。日韩、台岛、菲律宾，这是美军封锁我国的一条极为关键的线，而日本不仅正好在非常关键的位置上，还彻彻底底地站在了美军那一方。所以此前美国提出的一种咽喉控制的战术，就是由日本作为关键一环的。如今美军再次在日本新建一个爱国者导弹库，外加上如今美军部署在亚太近1半的兵力，以及曾经的60%武器，美军想要遏制中国的心思已经愈加严重了，甚至很可能在某个临界点就会直接爆发。为此，解放军一定要对此高度关注，时刻准备战斗。不过，解放军最近的动作也不弱。第一点就是把台岛巡视变成了日常部署，并且东部、南部各种演习不断。最近，东部战区更是公布了自己超燃演习的视频，其中预警机、监轰机协同作战。
就像是美前助理国防部傅立明所说的，美国正在打一场必输的战争，所以美国如今继续各种针对中国，那么最后谁会消失在这个浪潮中，就有必要好好想想了。中国不仅拥有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决心，也有信心能够做到。